距离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去多日，但这个五一档的院线似乎还在热度进行时。今年对于院线而言，无疑是开始全面复苏的一个新起点。不仅定档上映的影片数量直线增加，就连票房数据也呈现出相当可观的增势。其中属五一档的表现最让人感到震惊了。知道这个五一的院线一定会很热闹，但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热闹。多部影片同时段上映，预售票房也连连攀升，仿佛那些没有出门旅游的朋友都跑来电影院看电影了吧。从这一个星期多的票房数据来看，表现力最好的还得是《长空之王》，票房数据一路遥遥领先，是其他影片想超都超不过的存在。在上映到现在也破了6亿，如果后续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，想必这个五一档的冠军一定非该片莫属了。即便是厚积薄发的喜剧《人生路不熟》，以及爱情片这么多年，这2部影片的表现也相当不错，但和《长空之王》相比还是差了点意思。或者说，其实在《长空之王》还没有上映前，不少人对该片都抱以极大的期待，包括在首映礼上，很多预先观影的朋友都表示有被电影打动到，看个电影哭了一包的纸等等诸如此类的评价，无一不在告诉大家，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，也是真的很好哭。如果从影片的阵容说起，不论是顶流艺人王一博，还是实力派演员胡军、于适，他们几位的观众熟知度都是很高的，而且大众认可度也不低呢。即便王一博是流量出圈，但在近几部他演过的作品中，演技和口碑都有一定的提升，尤其是演技这方面，他的进步还是相当快的，给观众的感觉也是比其他年轻演员要好太多。如果能有人好好带他、教他，对于他而言，在演艺圈里想要混出个名声来并不难，加上他自己也是有演戏的天赋在的。只不过前阵子的绝望的文盲的事情的确对他有一些影响，而互联网虽然有记忆，但也架不住记忆的东西太多了，等到时间沉淀下去，估计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少，也就不会对他造成太严重的影响吧。更何况如果你看了《长空之王》，那么当你看到王一博在影片中的演技时，绝对是抱以惊讶态度的。他饰演的是非员雷雨，作为新一代的是非员，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，都要求足够英朗，足够好。而在这支是非队伍中，这些是非员们的队长正是胡军饰演的张挺。毕竟是电影，自然少不了一些紧张刺激的情节，比如张挺队长在带着队员们翱翔在天空时，总少不了和危机正面交锋的机会。每当遇到危险时，都需要队员们坚定信念，不能临阵逃脱，要始终秉持着最专业的能力、最坚韧的心理素质，抗住一次次的危险，化险为夷。或许你被很多部影片所打动过，也在电影院里被感动的流泪，但你一定没有见到过像《长空之王》这样如此催泪的影片吧？在角色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空军的不易，总要付出很多才能守护安宁与和平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但往往一部影片之所以能够让人流连忘返，绝对不仅仅只是影片极具冲击力的镜头表现，还是情节、特效以及各种视觉上的奇妙观感所融合在一起的。最直观的感受，可能只是不经意间的一个镜头就直戳观众心窝。在看这部影片的过程中，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了一部好电影对观众做出的最大的尊重。其实在一开始，很多人看到是王一博主演时，还是投来了不少质疑的目光，觉得他不能挑起这部影片的大梁，或者说时机还不成熟，或者说演技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还有人觉得王一博和易烊千玺似乎他们都在走相似的道路，企图通过电影圈、通过电影事业拓宽戏路，或者说是稳固自己在娱乐圈的位置。年轻演员虽然冲劲十足，但是真正值得信任吗？看完这部电影以后，还是会被王一博所惊喜到，因为没有想过他的演技又有所提升。这对于不少年轻演员而言，
这样的进步真的很难得。只不过如果真的要和胡军这样的实力派比较起来，还是会显得有些青涩的，有些细节之处似乎没办法将戏接的那么连贯顺畅。虽然不是一飞冲天的演技，但这种循序渐进的进步，也是一种比较良好的发展动态吧。但真正观众对这部影片投以更高的评价，绝不仅仅只是演员的原因，还有影片传递出来的力量。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又有些小众的题材，但是非英雄这个词一出，就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。如果能有一部影片将这些比较小众的英雄们的真实经历展现出来，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？